简直不可思议。近来听说蝴蝶兰被百万网友拉入黑名单，原因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土壤配置太难拿捏，让娇弱根系频遭磨难，还是环境要求苛刻，温湿度、光照难以达标，亦或是复花之路太过崎岖，耗尽花友耐心？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揭晓蝴蝶兰被拉入黑名单这个怪现象的8个原因，真是越看越认同，看完恍然大悟。1. 对土壤和水分的要求很严格，几乎100%的蝴蝶兰的死因都与水分有关，也正是浇水非常困难，所以很多人都不再养护蝴蝶兰。蝴蝶兰的根系十分特殊，它们没有主根，只有肉质的气生根，因此它需要用透气、排水良好、呈微酸性的栽培机制来代替土壤。常用的栽培机制有松针叶、花生壳、树皮丝、粘土球等。如果用普通土壤来种植蝴蝶兰，几乎可以断定会出现根系缺氧、发黑、烂死等情况。因为根的特殊性，所以蝴蝶兰对水分的管理也十分苛刻，特别是对于浇水时机的判断，也让很多人非常头疼。其实浇水需要保持见干见湿，等根系变白了再浇透水，就有80%的把握虎尾兰不烂根、不空根。除此之外，浇水时还要注意水不能滴在叶心处或者花朵上，以防引起病害或者花落。浇水的时间也最好选择在上午或者下午晴朗有阳光的时候进行。浇水的频率要参考季节和环境的变化，一般春秋季每隔2至3天浇一次，夏季每天浇一次，冬季每隔1周浇一次。如果你能管理好蝴蝶兰的水分，请在评论区回复0，觉得水分管理不容易的，请回复1。2. 对光照和施肥的要求很精细。蝴蝶兰是一种半阴植物，它需要适量的散射光来促进生长和开花，但不能忍受强烈的阳光直射。如果光照不足，蝴蝶兰的叶片会变深绿色，生长缓慢，开花少或者不开花。如果光照过强，蝴蝶兰的叶片会变黄色，出现灼伤斑或者干枯。因此，要给蝴蝶兰提供合适的光照条件，一般在室内放置在有散射光的窗台上，或者用窗纱遮挡部分阳光。在夏季要注意遮阴降温，避免中午时段的强光照射。给蝴蝶兰施肥时要注意用稀释的液体肥料，并且要在浇水后进行，以防肥料残留对根系造成伤害。施肥的频率要根据季节和生长状态而调整，一般在生长旺季每隔1周施一次，生长缓慢的季节每隔1个月施一次，低温期则停止施肥。施肥的种类要根据不同的生长阶段而选择，一般在生长期用氮肥为主，花期前后用磷钾肥为主。看到这里，觉得你也有同感的话，请给花花点个关注吧。3. 修剪和繁殖的要求高。蝴蝶兰需要定期进行修剪和繁殖，以保持其健康和美观。修剪和繁殖的时机和方法要根据不同的品种和生长状态而选择，不能随意进行。修剪的目的是去除老化或者受损的部分，促进新芽的生长和开花。修剪的时机一般在花期结束后或者生长期开始前进行。修剪的方法要注意用消毒过的剪刀或者刀片，沿着叶柄或者花茎的基部切断，并在切口涂上石灰粉或者木炭粉等，防止感染。繁殖的时机一般在生长期进行，一般是6月到9月。繁殖的方法有2种，分株法和扦插法。分株法将一盆植株分成2个或者多个小盆植株的方法。分株时要注意选择健康且有3至5个假鳞茎以上的植株，并在分株前浇透水，以减少对根系的伤害。分株时要用消毒过的锋利刀具，沿着假鳞茎之间的连接处切断，并在切口涂上石灰粉或者木炭粉等，防止感染。分好后要及时移植到新盆中，并用适当的栽培机制填充固定。扦插法是将植株上长出的侧芽或者顶芽扦插到新盆中，形成新植株的方法。扦插时要注意选择健康且有2至3片叶子和1至2个根的侧芽或者顶芽，并在扦插前浇透水，以减少对芽的伤害。扦插时要用消毒过的剪刀或者刀片，沿着芽的基部切断，并在切口涂上生根粉或者激素等，促进生根。扦好后要及时插入到新盆中，并用适当的栽培机制填充固定。
4. 对病虫害的防治很难。蝴蝶兰容易受到各种病虫害的侵扰，影响其生长和观赏效果。因此，要注意对蝴蝶兰进行定期检查和预防性喷药，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。1. 常见的病害：根部烂根。由于浇水过多或者排水不良，导致根部缺氧或者感染真菌而引起，表现为根部变黑、软化、发臭等。防治方法是及时停止浇水，剪除烂根，并用药剂消毒处理，同时改善排水条件，调整浇水频率。叶片灼伤，由于阳光直射或者温度过高导致叶片组织坏死而引起，表现为叶片出现黄色或者棕色的干枯斑块。防治方法是及时遮阴降温，避免阳光直射，同时保持空气湿度和通风条件。叶片枯黄，由于温度过低或者水分不足导致叶片组织失水而引起，表现为叶片变黄、干枯、脱落等。防治方法是及时增加水分，保持根部湿润，同时提高温度，避免低温冻害。2. 常见的虫害：蚜虫是一种吸食植物汁液的小型昆虫，会造成叶片变黄、变形、落叶等。防治方法是用肥皂水或者农药喷洒植株，杀死蚜虫，同时清除周围的杂草，减少蚜虫的寄主。蝴蝶兰螨是一种专门寄生在蝴蝶兰上的微小螨类，会造成叶片出现银白色斑点、皱缩、变形等。防治方法是用专用的杀螨剂喷洒植株，消灭螨类，同时提高空气湿度和通风条件，降低螨类的活动能力。蝴蝶兰蛾是一种以蝴蝶兰为食物的小型蛾类，会造成叶片和花朵被咬出洞或者缺口等。防治方法是用黄色砧板或者灯光诱捕蛾类，减少其数量，同时用有机或者无机农药喷洒植株，杀死幼虫和卵。5. 对温度和湿度的要求很高。蝴蝶兰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，它的适宜生长温度为16至30摄氏度，夏季不能超过32摄氏度，冬季不能低于10摄氏度。如果温度过高或过低，蝴蝶兰会停止生长或者受到冻害。因此，在夏季要注意遮阴降温，冬季要注意保温防寒。蝴蝶兰对湿度也很敏感，它需要保持60%至80%的相对湿度。如果空气过于干燥，蝴蝶兰的叶片会出现皱缩、枯黄、落叶等现象。如果空气过于潮湿，蝴蝶兰的根部会容易烂根、发霉、感染病虫害等问题。因此，在干燥季节要注意增加空气湿度，可以用喷雾器向叶面喷水，或者在盆栽周围放置水盘。在潮湿季节要注意通风换气，避免积水和积肥。6. 售价偏贵。蝴蝶兰相较来说价格偏高，一株小苗有的时候看起来极不起眼，只带有一个花件，售价就要在20元左右，品相稍微好一些的就需要50至100元。若是想要一个组合盆栽，看起来大气一些，没有300元左右，根本拿不下来，所以价位来说偏贵。蝴蝶兰的售价之所以如此高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运输中为了保证花剪完好，所以成本就增加很多。7. 观花期短，复花难。蝴蝶兰正常的花期是3至4个月，但一般快要开花的何时候，从花卉基地运送到各地的花卉市场，再被顾客买走，这中间可能就要浪费掉1个月的时间，甚至更长。所以很多顾客都感觉花期好像没有那么长，再加上很多花友买回去因为环境等因素造成无法开花，所以渐渐的很多人就都不养了。另外，若是没有一定的经验，让它复花真的很难，可以说80%以上的人都难以把蝴蝶兰养复花，开完都是直接扔。这样当一次性花来养的蝴蝶兰，也让很多人觉得性价比不高，所以慢慢大家不再买，也就容易理解了。8. 其他替代品层出不穷。随着花卉的市场越来越多，花卉的种类越多越丰富以后，花友们就会找到其他的替代品来代替，比如可爱的多肉植物，容易养花的太阳花，寓意吉祥的长寿花，芳香扑鼻的月季，还有净化能力出众的虎皮兰、吊兰、富贵竹等，不但养眼，还能吸收有害气体。上面说的这些原因是你弃养蝴蝶兰的原因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
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见。